哎，干什么呢？私闯秦府，你可知罪？这位老哥，谁是你老哥？这位小哥，在下有要事求见贵府主人，还请您通报一声。我们家老爷也是你想见就见的。是我们家老爷名字哈。跟我走吧。秦言拜见仙师，适才小人有眼无珠，怠慢了真人，请仙师恕罪。小仙师，上座。你不必紧张，诚如信上所言，韩某是奉师命前来，可能要在尊府叨扰几日了。哦，多谢仙师大度，韩舍蓬荜生辉。先父临终前曾说，秦家遇到灭顶之灾时，李仙师定会施以援手。不知韩仙师可是为此而来？秦相无需多问了，但此番师父命我前来，确实是为了保住你等，度过此劫。此劫，既如此，秦言全家性命就仰仗韩仙师了。不愧是当朝权贵，就是比门房懂事多了。仰仗了，仰仗。秦相请起。师门所托，韩某自当敬礼二位。只是此行，韩某乃是秘密行事，不宜声张。往后你我二人，便以叔侄相称即可。叔侄？哦，遵小仙师的命。遵小仙师的命，遵小仙师的命，遵小仙师的命，遵小仙师的命。可以了。请上座。现在你我是叔侄关系。那人当真自称是老爷故人之后？是。我看又是来骗吃骗喝的。禀少爷和夫人，适才在厅中观察，老爷本来也云淡风轻，但看过他的书信之后，神情凝重，还禀对了所有的下人，说要和他单独谈话。此人年龄几许？穿着长相如何？你与我细细说来。禀夫人，此人长相平淡无奇，穿着更是土里土气。小的原本以为八成又是来乱攀亲的穷鬼，但小的自幼跟着老爷，还从未见老爷对谁这般的看重。老爷竟然给他侦查，弄死他！警官，把他给我赶出去！夫人，小的不敢。夫人行，夫人行。见过秦先生，王管事别来无恙啊！托您的福。请好。秦飞，你坐这儿。韩丽，你坐这儿。韩公子请。好诡异的灵力波动，是魔道吗？秦公子，请。新王到。今日家宴，本王其实是有一份天大的机缘，要赠于诸位。
王总管，请先师。好厉害！虽是最寻常不过的火弹术，但能将其控制得如此精妙，倒是有些意思。厉害呀！各位贵宾，先师与我家王爷有缘，此番已将小王爷收为亲传弟子。弄出这么大阵仗，怎么只是个炼气武藏？再寻些有灵根资质的有缘人，一道步入仙途，传授长生之法。此人确实是修仙者，但修为着实低微，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仙师，仙师，你先生，看看我行吗？好看我吧，先生，教教我。看来在场的除了这个王管家，其他人身上都没有灵力的痕迹。这四周暂时没有魔道的踪迹，这回安全了。再赶一会儿路，入夜时分就可以回到棋牌的控制范围。我们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我每次见到你，你的眼神都异常的坚定，好像内心从来都不会动摇。想必韩师弟应该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吧？我也想像你一样内心变得强大，可我却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本以为我可以接受家族给我安排的一切，但是陆明远那件事情之后，我害怕。我害怕身不由己，被他人控制。所以你要来前线？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但是就想自己决定试试看。是对是错都不重要。那什么重要？我很重要。我是我，对错啊，不在他人口中，而是在自己心中。我饿了。韩师弟，你吃吗？能吃吗？很香。嗯。
韩师弟，你的运气一向都不错，这次也多亏了你的警示。不过，你到底用了什么法子，才从这矿洞中逃出来的？我记得你是不是有几只傀儡兽？什么都知道，还问东问西的。往后不如我们就此同行，去前线效力吧。绝对不行。陈师姐愿意的话，我当然没意见了。啊，不过我看师姐这伤情还没恢复呢，再吃些丹药吧，调息一下。也好。不用这么多。无妨，这种丹药我还有很多。这是加了量的忘尘丹，对不住了，陈师姐。还是请你把这些天矿洞的一切都忘了，不能让人知道传送阵和灵石库的事情。好了，这样他就安全了。这段时间连番恶战，消耗极大，得找个地方休养生息，巩固境界，才能应付之后的大战。此时回黄风谷恐怕不是什么好主意，还是去金果园吧。这最近棋派的杂碎也挺嚣张的呀。这个月啊，我们都折了20几个地。都给我把罩子放亮点儿，别中了他们的埋伏。怎么可能？这大白天呢？弟兄就万气顿跟光秀一节正午神天三界内外五道诸尊体王光平无圣世度界天之日包罗天地养育全身受10万变身有光龙三界侍卫5帝4名万神朝令是雷光万神朝令金要上单金怪王行鬼要上单金怪王行内有霹雳雷神引灵动会交彻武器腾腾金光速现复古神天地知道我要真那要邪，情依然血，谁能看出分别？不让世道标注我的样貌，大显身手，打破谁的犄角。会剪断离愁，执念不可动摇。这一路荆棘，漫山改变。魔道怎么回事？最近派下来的怎么尽是些小角色？地玄中万气本根光修一劫正如时空三界内外每道主尊体有金光封印无色世之国界定金和文高我天地。自燕家堡事变以来，这场仗已经打了1年了。战斗也从一开始的大规模攻防，逐渐转入了相持阶段。自从西派整体转为守势，许多原本位于前线后方的地界，也暴露在魔道的猛烈攻势下。相比起魔道大军的源源不断，西派联军的人数就少了很多，而且多是筑基、炼气级修士。双方结丹修士似乎默契的没有直接出手，而弟子之间的互相袭击、斗法
乃至是暗杀，却是层出不穷。几位师兄师姐都参加了年初的大战，能全身而退，亦属不易。对我来说，倒是个巩固修为、磨练技艺的好机会，还得了不少灵师法器。只是这样打下去，会有任何结果吗？你还记得江国、车骑国的皇室后人吗？我已给他们安排好了后路，现在由你亲自送他们去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九国盟。师姐是给偃月宗找好后路了吗？只进不退，咱们偃月宗会吃大亏的。退一步就海阔天空了吗？七派的天空会是虚空，那帮老家伙们应该早已安排好自己的退路，只可惜那些普通的弟子血洒疆场，不明不白。偃月宗在门主的带领下也会留存下来，只是我像一只聒噪的鸟儿，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却无力挽回任何事，也无法拯救任何人。韩立，我不应该想起他。你跑去哪儿了？你跑哪儿去了？还在打仗呢，你们这些高人就跑了？此事一直憋屈在心，反正也见不到面了，跟你说说也无妨。你愿意和我说话了？只要你愿意说，无所谓说什么。开战之前，七派与魔道签订了秘密协议。这么机密的事还是别说了。事到如今，战局是按协议锁定，七派认输。还没打就认输了，这不是你的风格。协议约定，此战只限于元婴期以下的修仙者参加，所以我救不了所有人。我们这些低阶弟子还在傻傻的打仗，每天都有死伤，而你们已经知道结局了，真是太不公平。战争不是普通人的游戏，最后却让他们付出代价。活了300年，都没想明白，真是可悲。你别哭，你没做错什么。我阻止不了，
我什么也阻止不了。你别哭，我在呢。你在哪儿？在这儿。在这儿。南宫师祖，你已经3天3夜没有动了。快到了吗？还有1个时辰就到金谷园。陈长老，这个是我们3人今日击杀的魔道筑基期修士所留。此寮十分狡诈，险些被他逃了去。还好我们3人配合无间。可不是嘛，那是我们3运气好，遇到个落单的。上次我一个人可对上了好几个魔道修士。我们初来此地，大家都收敛一点。怎么哪儿都有他？韩立，好久不见啊！韩林小友，这次又给老夫带了不少厚礼吧？此前燕家宝与偃月宗之间的明直贸易，正是由小弟主持。现如今他们投靠了魔道，这些不义之财，咱们也算是取之有道。倒是那黄风谷的韩师弟，看似平平无奇，出手却干净利落，着实令人吃了一惊。那又如何？咱们有门派的调令在手，管他是精英还是废物，还不是要听你我号令。倒是这些灵石，我看上面加了禁制，恐怕要抹了去才好收进储物袋。所以咱们得赶快抓紧时间。此前听闻吕兄对于禁制术法颇有研究，此处就有劳吕兄了。宣老弟果然好眼力，那我们就待魔道这些小崽子赶来之前，能搬多少就搬多少。但是说好了，这次的收成，咱们2一天奏，哥哥我是绝不会亏待你的。全听吕兄做主。岗哨布好了，防御阵法也准备完毕。看来陈师姐不愧是世家出身，还是有些名堂的。陈师叔，阵法已经基本布置好了，准备了足够多的灵石，不会出差错的。弟子们也在四周警戒了。你先过去吧，我一会儿过来找你。陈师姐，这次辛苦了。这里，韩师弟，你没事真是太好了。你的伤怎么样了？多谢师姐关心，韩立已无大碍了。那就好。这才几日没见，
你斗法已经变得这么厉害，没少吃苦吧？师姐过奖了，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招式罢了。对了，领头的2位师兄呢？师姐可知道他们的下一步计划？此前7派联军选斥候小队的时候，宣师兄和吕师兄这2人颇有默契，主动请战，但不知为何来了这矿洞就不见2人踪影了。这矿场如此重要，我不认为燕家堡和魔道会轻易的放弃。等他们回过神，定会杀过来。此地虽有防御阵法，但在魔道大军和结丹高手面前是远远不够的。万一有个闪失，那咱们岂不成了瓮中之鳖了？韩师弟说的对，当务之急不光是修缮防御阵法，还得请这2位筑基后期的师兄拿出个章程出来才行。师姐说的是，那咱们兵分2路，师姐在此准备防御阵法，我去寻他2人。陈师叔，陈师叔，想要请教一下您4杀大阵的阵眼。这矿道真是错综复杂，也不知都通向何处。有种不好的预感，先找个地方做些准备。这地方清静，正好把符箓傀儡都准备起来。你这小东西是从哪冒出来的？小家伙，来的正是时候。成了。看来只要灵石充足就没问题。好了，给你个任务，去矿洞探探路吧。
这位师妹，我们又见面了。洋人为何总缠着我？哼！王凤谷的小子，先前倒是本座小瞧了你。报出你的师承名号，我王禅不杀无名之辈。黄风谷，厉飞羽，不值一提。厉飞羽，你就能屡次坏我的事，那看来你在黄风谷这种地方，也算是个佼佼者。就你这孤陋寡闻的，还敢自称本座？我实话告诉你，我黄风谷结丹遍地走，筑基多如狗。像我这般只是末流，不过打你，还是绰绰有余的。好啊，这血雾会反哺再生，快跑！去死吧！往上飞！谁也别想走！请往回走。你的阵法困死我们之前投出去！还想跑？这飞行符箓消耗太快，我快撑不住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飞行符箓，先送你出去。那你怎么办？我自有办法。总算送走了。师傅是否要问起？至少有个说法。你可不许死，一定要活着回来。好啊，那本座就先陪你玩玩，说想怎么死。今日遇到你，算是力某灾了。此前血色禁地的事儿也是你做的，招揽7派奸细，窃取燕家宝。阁下如此大阵仗，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可否让我死得明白点？别跟我在这扯犊子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算盘？不就是想让2个女的跑远点吗？你当我傻？你真聪明。小子，都死！不会吧？对付我一个人要这么大阵仗？
还好，个头最巨的，行动笨拙，咬得大。先宁静，不好，冲突了！家伙事儿还不少。金角急！金元剑诀！自人修为在我之上，不可硬拼。啥玩意儿？花顶上。过来吧你！岳灵大法第10式，岳灵爆！不好！风雨抓到你了！去死吧！哇，这烟雾有毒！此清火杖乃墨教的毒液所制，说起来，还是在血色禁地所得。你这手段竟如此下作！对付你这种人，用什么手段都不为过。你比我还魔道！好你个李飞宇，本座欺负你了。总算给他打跑了，再打下去我也危险了。结丹长老议事，带个筑基弟子来，不合适吧？哼！这位是偃月宗的弟子轩月，一直负责与燕家堡联络。燕家堡大有问题，你来跟大家说一下你所知道的。各位长老，晚辈亲眼所见，燕家堡与魔道合力设下陷阱，所有参与婚礼的7派弟子都已被困死在了城中。全死了！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其实魔道根本就没有打算放过越国，今天是对燕家堡下手，明天就有可能对整个7派。
哎呀，我受不了了！怎么了，呆子？我看不下去了。啊，我知道了，他呀是看不下去你了。我怎么了？你成天到晚就知道看着天空发呆，看着轩儿师妹飘啊飘啊飘过来。你还说我呢？那你呢？成天看着三师兄。我哪有成天看三师兄？我真的不知道谈情说爱有什么意思。那有这功夫，还不如拿去修炼呢。看那边。看来谷中又添了一名，不是2名筑基弟子。太好了！许师伯，方才此处有道流宫出世，可是还有人跟我一同筑基成功？那是韩立，没想到他也筑基了。哎呀，这个威灵根啊，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呐。那他现在在哪儿呢？刚走，你晚来了半步。他这个人呐，你怎么也这么着急呀？韩立，韩师弟，等一下，陈师姐，韩师弟，恭喜你啊，筑基成功！也恭喜你啊！哎，那天是你救了我，对吧？师姐在说什么？就是血色禁地之前，是你杀了陆师兄。师姐不要说笑话，陆师兄乃是谷中炼气期的翘楚，我怎么可能杀倒他呢？可是血色禁地那么危险，你都平安出来了，还被李师祖收作弟子。侥幸而已，在下还有事，告辞。哎，既然你救了我，为什么你不敢承认？望尘丹吃少了。就算你不承认，我也知道是你。你有没有感觉啊？你记不记得我在跟你拔罐，将你身上所有的寒气、吸气、黑气、霉气，什么气都没了。你这肯定不对，之前那小子给我弄的好像不是你这套流程啊！如果你可以，你来呀！我要能弄，还有你吗？哎，马师伯啊？吴师叔，哟，你筑基了？你小子可以啊，筑基成功了，好样的！托马师伯的福，要不是您当初让我看守这药园，弟子也不会有今天。那你现在呢，应该改口，叫我马师兄。因为你筑基成功啊，那我这个药园就容不下你了。赶紧休息休息，去找你媳妇啊！去啊，去啊！快去吧。哎。烟波如江流，细雨纵把青山透。月光如酒，独酌那一斗。水千回，山万重，落下。都说筑基以后，所见大不同。可此刻我眼中，只有熟悉的风景。清风过浪去，飞燕呢喃三两句。斜阳烛影，为谁和一曲？一瓶兰，热涟漪，听风对淋雨。
如梦醒，可惊如许。白瑶渊，我不会忘记这儿的。走了，走了。此去浮生千里，万里陌生又熟悉，世间多少的风景，一字一句，一笑一语，动一生期许。兄弟，上来吧。哎，你这个稀松二五眼的样子怎么行啊？端端正正的再走一次。重来。上来吧。弟子韩立见过师傅。拜师礼呀，你不给师傅跪拜吗？弟子韩立见过师傅。好了，起来吧，起来吧。谢师傅。照规矩啊，在拜师前要先试试你的本事。韩立资质平庸，还请师兄师姐手下留情啊！哎，你不用紧张，就是过过招。能听懂这箫声的意境，就算你过关。闭上眼。睁眼吧。你听出什么了？无声胜有声。过关。这筑基之后啊，便能发现万事万物中的灵力，相当于五感多了一感。你要谨记这一点。谢师兄提点。到我了。不许伤害这只小鸟，但要让它飞不起来，就算你过关。师姐心地善良，师想让师弟帮你放生吧。好吧，看在三师兄的面上，算你过关。好了，到我了。你要是能躲过我3个沙包，就算你过关。来啦！行，算你过关了。跟你说啊，修炼归修炼，但不要忘了锻炼筋骨，又长寿又不动，不就变成乌龟了？那到我了。够了，武轩，不够，他的本事不止于此。第4层，清源剑诀第4层之后，能瞬间释放护体剑盾。剑诀上说，若遭遇攻击，此盾会自动反击剑。你把清源剑诀练到第4层了？你不知道此功法只能修到第3层吗？韩师弟修行时可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到第4层，修行的速度一下就慢了。每隔一段时间，我所炼化的灵力会偷偷的消失掉。看来是开始散功了。散功？清源剑诀修炼进入到第4层时，每隔数日会出现散功的现象。师傅将此功法交给我的时候，也没跟我说这些啊。韩师弟不必太过惊慌，你修到第4层，应当只是散去1/10，若是再多修1层，则再多散1/10。这也太多了吧！我苦苦炼至第4层，那岂不是适得其反吗？这套功法虽有缺陷，但也有独到之处。听闻修炼这套功法，每练1层，便会起到扩筋斩脉、深邃丹田的奇效。之后你的法力也会比同期修士深厚得多。是啊，
说不定这才是此功法散功的妙处所在呢。可惜这功法不全，门中就只有此功法的前9层。这怎么办？师傅，韩立来了。嗯，来了。嗯，哦，马上来了。稍等啊！弟子韩立见过师傅。哎，算了，起来，太麻烦了，起来吧。哎呀，咱们修仙之人啊，一切从简啊。小子，从今日起，你就是我理化园的徒弟了啊！望你日后勤修仙道，不要弱了我理化园的名头。是，师傅。嗯。其实这个修仙呀，它就是逆天而行。你看看你啊，如今你依靠筑基丹洗髓易经，肉体与凡人已经迥异了。但是想要更多的突破，就要修心养性，完成由内至外的改变。请师傅赐教。凡人呀，都有7情6欲，所以呢，他们会生出执念。若是心思板结，就会影响境界，影响突破，横生心魔。严重的话，会导致大跌境界，乃至陨落呀。哦，师傅的意思是舍弃7情6欲最重要。不，你看，我一猜他就这么想。不对，所谓修仙啊，要的不就是逍遥自在吗？啊，你若是把7情6欲都抛掉，那岂不是跟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了吗？但是，真正的逍遥自在啊，实在太罕见了，所以就得要求我辈知进退，明得失，即便做不到随心所欲，也可以念头通达。念头通达？哎，这4个字很重要啊，念头通达。哎，你可以问问你的师姐师兄们啊，你师傅我就是靠这4个字成为了黄风谷第1结丹修士啊。拜见洪福师祖。师姐，那个我刚才说的是第1结丹男修士啊。我来找你们师傅说2句话，你们先说，我不着急。不，说完了啊，小子，你现在已经是筑基修士了啊，可以自行开辟洞府。你们几个带他到宗门内，领取后山地图，还有洞府的阵法啊，快去。是师傅。师姐，就2句啊，也可能是3句。你看，你来了。师傅，弟子告退啊，去吧。师祖，弟子告退。怎么这么啰嗦呀？快去吧。告退。这傻小子你。哎，师姐，你说。清虚门那边传来消息，福音子经过1年的调查，发现禁地中生还的弟子有1半都提到灵寿山有问题。这个灵寿山300年前来自于魔道6宗中的雨灵宗，所以他们跟魔道有染，很有可能啊。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提议改禁地开放时间，口口声声说魔道在哪儿的，也是灵寿山。我当然记得。这样吧，瞎猜也没用，把他们约过来，一问就清楚了。好，那我走了。走了。哎，还真就2句。我精心操练的拜师礼就这样草草收场了？这师傅到底行不行啊？这看上去也不像世外高人啊。念头通达，念头通达，到底什么意思啊？师弟，别琢磨了，念头通达这4个字，不是光靠琢磨就能明白的。
师傅说的太高深了，可否请教一下师姐？念头可大可小，每个人所求的东西不同，心中的念头也就有所不同了。对了，至于你三师兄，他的念头啊，就是杀进邪道；武轩的念头呢，是轩儿师妹；魏娘的念头啊，就是……哎，你别胡说啊！至于我的念头啊，就是和你打一场啊。师兄，我打不过你的。那你要加油啊！等你啊！其实韩师弟啊，你也不必太过纠结。念头通达这4个字啊，说起来容易，但你看咱师傅他老人家。洪福师伯说：“我来给你说2句话。”就2句？你这个傻小子，这么啰嗦，还不快走！啊！哎，你这傻小子，你快走！说你呢？说你呢？你还不知道呢？如果在修道一事上做不到心无旁骛，又如何做到念头通达呢？婉儿，恭喜你，终于重回结丹了。修儿还是亏空不少，都怪那个厉悲的。厉悲？啊，我是说，门内的小辈们最近有没有好好修炼啊？婉儿，我总觉得你从血色禁地出来之后就心事重重。你老实告诉我，在禁地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叫韩立。滚！滚！不是，光。今天的太阳光挺不错的。你呀，既然你这么关心宗门，正好去理一理闭关期间的宗门事务。你刚恢复结丹，心境还是不稳定，产生心魔可就糟了。好了，就知道你会来。虽说有小绿瓶，丹药倒是不缺，可是这时不时的散功也太麻烦了。还有师傅他们说的开辟洞府，是怎么个开辟法？去找吴师叔问问吧。气死我了！这个韩立，若是不除了他，早晚产生心魔不可。师祖，什么事？黄风谷传来玉简，理化园修士相邀7派结丹长老共商大计。知道了。共商什么大计？无非又是找人打麻将去吧。那的吃食倒是挺好吃的。不错，以此为由，师姐也不会阻拦我。不光是为了吃的，正好
去趟黄风谷，看看那小子有没有乱说。若是他乱说，就别怪我不客气，早晚得给他立个碑。师叔，师叔，现在叫师兄就行了。叫习惯了。当初入谷时，属您教我最多，要不是您，我恐怕连血色禁地我都不敢去。就这样叫吧，师叔。叫什么不重要。上回您在百药园看您在研究艾灸，这2片丹药可以除湿排寒，更方便。之后您要是想真爱，随时叫我就行。多谢，这也是有心了。哎，对了，你在谷中开设洞府的地方找好了吗？谷中发的阵法是万万不够用的，这里面的门道可太多了啊！但是这个啊，我还真帮不了你。你去万宝楼找灵兽，灵兽，他能帮。李公子果然是好眼力啊！这个呢？这可是刚刚突破2阶的双瞳术。找草药、偷灵石、寻秘境，样样在行。寻秘境？多少灵石啊？不少。就他了。上。真不少。